大家好，我是小夏，又到了周末了。我们今天还是来说一下我这一周的美股账户的一些操作还有更新。如果大家没有看过我们的2万美金新手美股挑战的系列呢，可以先往回翻。这一周末呢，我们因为有点事情，所以整个影片的就是拍摄和制作稍微耽误了一点，上传的比较晚，但是呢，内容是不会晚的希望大家能够坚持看完今天的视频。那我第一个要说的呢，就是想回答一下很多朋友问的关于股票所得是不是要报税这件事情。那答案呢就是肯定的，你的股票所得呢是要交税的。但是股票的收入呢，它叫 capital gain， 资本所得啊，它分 long term 和 short term。然后 long term 的意思就是说你这只股票拿了就持有长达1年时间以上吧，然后 short term 就指的是在1年之内你就把它卖掉了，不管你是有所得还是你亏了，这个东西都是可以在报税里面体现的。那一般就是到年底的时候呢，你用的那个股票的 APP 就是那个软件，它会给你发一个就是这种明细单一样，它会上面记录了说你今年一共操纵了多少只股票，然后呢一共有多少的 gain or loss， 就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拿那个单子跟你的工资单一样，然后正常的去填在那个报税的表格里。那如果你是 short term gain， 也就是1年之内就卖掉了，比如像我的账户是新开的嘛，那我今年所有的操作只要有挣钱的话，这个收入都是要报税的，就跟我自己的工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其实这个税率是非常高的啊，大部分都在30%到40%。那如果你是 long term gain 呢，就是如果你这只股票拿了长达1年时间以上，这个税率就会要低很多。具体呢还是要根据你的收入来就是分那个档次，你肯定是收入越低交的税越少嘛。然后如果你本身的收入就挺高了，然后你的股票所得还很高的话，我记得 long term gain 就是拿了股票超过1年以后，最高的税率应该是20%，就是肯定比 short term 强嘛。就如果我今年所有卖掉的股票，今年的收入我都要30%、40%这样的程度报税，就是说我只能拿到10块钱，我只能拿到其中的6块钱到7块钱。第二个呢，就来说一下我用的股票操作的这个软件 APP 啊。之前因为有好多人问过，我个人用的是 eTrade， 然后我还开了一个 Webull 的账户，但是这2个呢，我其实都不推荐。为什么呢？第一个关于 eTrade 呢，是它不支持 fractional stock， 就是说你不能买一只股票的就是一股的一部分，就不能买少于一股吧。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之前说 Amazon 一股要3000多块钱嘛，然后我有点犹豫要不要抛，然后我有朋友呢就发了微信跟我说你其实可以买比如说1/3股，你不愿意把3000块钱放在 Amazon 里面，你可以花1000块钱买0.33股。然后我后来就看了一眼，我说 eTrade 是不支持这个操作的。但是呢，我朋友他们好多人用的是 Fidelity， 然后或者 Robinhood， 然后好像都支持这个操作，所以呢，我就觉得有点不爽。当然了，你换那个股票的这个账户其实是一个挺麻烦的事情啊，所以呢，如果还没有开户的新手，我建议大家还是再多做一下研究。然后我个人不是特别推荐eTrade的。那第二个要说的就是这个Webull微牛，就是因为很多朋友问我这个中文账户嘛，我就去试着开了一下。Webull呢说是你开账户，然后一共最多能送4只股。就是好像是你开户的时候他送你2只，然后你存够了1500块钱吧，好像又送你2只。但是其实他2次啊，每一次都是送你同一只股票，但是这只股票他送你2股。所以呢，我第一次拿到的那一股呢是2块多吧，然后第二次拿到那只股是8块多，所以本来这是一个冲着薅羊毛去的心理嘛，所以等于是前后一共薅了20块钱吧，就这么想吧。但是微部的那个账户界面呢，我觉得做的不是很友好，就是不太流畅。如果跟美国的这些其他的几个软件 APP 比起来，我觉得微部的那个不是很一目了然。就我刚开始买了股票以后，想要用它来查说就是我现在的股票里我到底有多少的持股，查这个自己的 position， 我找了半天，无论是他手机上那个 APP 还是电脑上那个网页，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好用。所以呢，我自己个人用的这2个软件其实我都不推荐大家。大家可以去用我排除了以后剩下的那个股票软件。
那把这个报税和软件的问题都回答了以后呢，就来说一下我这一周的股票账户上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操作。那第一个呢，就是像我之前的视频里面提到，就是我打算卖掉一部分 Zoom。那 Zoom 在这一周呢，也是经历了反弹，然后它后来就是大概在400到410块钱这个范围区间震荡嘛，然后我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呢卖掉了一些，就是我大概是399啊，然后400块钱左右买的那些股，我就把那些股卖掉了。这样的话不是能够降低我的这个持有成本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用这个钱，我前后 Zoom 大概卖出来了2000多块钱，不到3000块钱吧。然后我就用这个钱呢开仓了2个新的股票。但是呢，我这里就犯了一个新手的错误，就是我在买的时候呢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最开始的时候呢，前1个月吧都还是比较小心，然后可能一股一个的买，现在呢就觉得好像自己比较有胆子了，感觉今天是一个下跌，可以就是考虑抄个底什么的，但是就属于看不清局势，结果就盲目入场，导致于我新开仓的这2只股呢，股票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我现在呢是小亏钱的状态，就是这2只啊，也给大家看一下。第一只开的就是小鹏，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很多次了啊，电动三傻中间的另外一家。我的 NIO 呢持有了40股，就不打算动了。然后这一周呢，感觉就是经历了调整嘛，想说小鹏可能是不是在一个低点，可以考虑开仓一下。结果呢，我开始买了以后呢，它还继续往下跌，那我就还继续补仓。但是呢，我又没有那么多钱，结果最后呢，就属于是说，反正眼睁睁的看着它现在就是还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盘着吧，就只能等它再往上涨回来一点呢，把高位的那一些买入的卖掉，然后只能后面再补仓。那我第2个开仓的呢，就是 ARK 基金。这个基金真的是今年非常火啊，是来自于基金女神木头姐的这个旗下的基金。大概10个财经号里有9个讲美股的博主都会讲到这只基金。那这个旗下其实有很多只的，比如 ARKK、ARKW 什么的。然后我买的呢是叫 ARKG， 就是专注在基因领域的这个公司。那我觉得我买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前沿的科技吧。然后呢，本身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公司整个的组合里，基因相关的公司呢，就是占比也比较高，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对这个领域的未来比较看好。那我个人也会觉得说，就是这可能相对是一只在所有它其他的几个基金里面属于风险相对高，但是呢可能回报也相对高的一只，所以呢我就在这一周的震荡过程中呢开仓了。但是呢我跟买小鹏的时候犯了一个一样的错误，就是我买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有经过足够时间的观察，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低点就盲目的买入了。这个完全是新手最近飘了，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能学我这样，就是如果要买什么的话，肯定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研究和学习再决定的。那这些就是我今天想说的全部的内容了，一个是关于报税，一个是关于软件，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我自己这周的一些新手的错误操作示范啊。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呢，都欢迎给我留言。如果大家觉得我今天讲的好的呢，欢迎给我点个赞。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呢，快点关注我们吧，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在后面呢还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视频。那下期再见吧，拜拜。